这天我在家看世界杯的时候，突然微信消息闪个不停。东东妈妈，你儿子打人了，你赶紧过来！儿子的班主任公开艾特我，记得拿10万现金来赔偿对方家长。赶紧过来！我心里纳闷，东东是个老实的孩子，向来乖巧听话，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人呢？怀揣着疑惑，我匆忙赶往学校。大老远的，我在楼道上便听到东东揪心的哭泣与女人犀利的指责声。你的手像狗爪子一样，又脏又臭，把我家陆杰抓得破皮流血。我家陆杰要去打狂犬疫苗的。对不起，但我没有主动抓陆杰，是他先抢我东西。住口！你竟然还敢狡辩！你一身的穷气，我家陆杰抢你东西，还嫌脏了手。我大步跑进办公室，只见一个脚踩巴黎世家、身穿古驰外套、挎着爱马仕喜马拉雅包的女人，正毫不客气地对我儿子出口成脏。你这小孩真是有娘生没娘养，没点教养！女人辱骂我儿子的声音继续传来。你说什么？有娘生没娘养？我冷着脸怒道：你无端指责一个孩子，你有点素质吗？女人双手环胸，斜着眼上下打量着我，嗤笑一声：你和你儿子穿的地摊货加起来也就200块不到吧？对付没教养的穷孩子，我还就没素质了。我与我老公身家早已过亿，但我们是白手起家的，深知赚钱的艰辛，因此勤俭节约习惯了。可这却成了穷的代表，被人嫌弃。这女人太过狗眼看人低，我无语到极致。宋老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没再理会女人，抱起东东，扭头看向老师道：你说我孩子打人了，但分明我孩子也受了伤。东东抢陆杰的文具，陆杰不给，东东就挠伤了陆杰的脸。宋老师懒洋洋地陈述道：陆杰又不是傻子，他肯定得反抗，所以东东被打的脸上也有疤痕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抢陆杰的玩具。东东还在抽泣，却十分急切地解释着：是陆杰主动招惹我，他抢我的小熊橡皮擦，我不给，他就打我，还骂我说我是穷比小家子气。宋老师瞪了一眼东东，说谎可不是好孩子啊。我没有说谎。东东急得脸通红，眼泪也哗哗地往下落。我蹲下身，摸着他的头：好孩子，妈妈相信你。我叫你过来，不是让你们上演母子情深的。陆杰妈妈弹了弹涂得红艳艳的美甲，鄙夷道：我儿子的脸被你儿子抓花破相了，你就说该怎么办吧。我仔细看向东东，自家儿子脸上全是泪水以及指甲刮痕，在他眼睑下方甚至还看到有鲜血破皮而出。再看陆杰，他的脸上仅只有一小道浅浅的挠痕。我怒极反笑，两个小孩互殴，分明我孩子伤得更重，你竟然还有脸问我该怎么办？人和畜生能一样吗？陆杰妈妈捂着唇笑出了声。陆杰他爸可是大公司高管，我儿子将来是要去美国读常青藤的，他是人中龙凤，哪怕是受了一点伤，那也是天大的罪过。至于你儿子吗？穷酸家庭出身，就像是流浪狗，哪怕是死了，那也不过是几万块私了的事。他儿子是龙凤，我儿子是狗。我双手死死捏成拳头，你再诋毁我儿子一句试试。再说一句，别怪我一拳打烂他的嘴。好了，一旁的宋老师瞧出气氛不对，赶忙打着圆场。其实也就是孩子不懂事互殴，这问题也不大，但主要是东东先出手打的陆杰，错在东东。而陆杰妈妈是精英家庭，也不会和你们这些草根过于计较，所以东东妈，你和东东一起向陆杰鞠躬道个歉，这事就算了。我接受道歉，但你们母子必须跪下来向我儿子磕3个响头道歉。陆杰妈妈敲着二郎腿，悠悠道：不然我就带着我儿子去医院验伤，委托最好的律师起诉你儿子，向你们追责，把你儿子送进少年犯管教所。我儿子满脸伤疤，却还要向没怎么受伤的人下跪，真是跪你妈！我几乎要爆粗口。穷酸鬼，快道歉！突然间，陆杰冲过来，一下将一旁的儿子推倒在地上，然后扑上去，拿着什么东西重重地捅了我儿子后脑。陆杰速度很快，我甚至没有任何防备。啊，好痛！瞬间，整个办公室爆发出儿子撕心裂肺的痛苦叫声。滚开！我慌忙阻拦陆杰，无比惊恐地抱住儿子。只见儿子耳朵偏后脑处缓缓渗出嫣红的血，我的痛到几乎呼吸停滞，吼一般冲陆杰咆哮：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想死是吗？陆杰朝我吐了吐舌头，得意地扬了扬眉毛，快速躲进他妈妈身后。妈妈，这个老妖婆吼我！我十分眼尖地看到，陆杰手心中捏着一个锋利的削笔刀。刚才他趁我不注意，偷偷拿削笔刀刺倒我儿子。小小年纪，竟如此恶毒！你吼我儿子干什么？你儿子摔倒了，关我儿子什么事？陆杰妈妈十分护犊子，她一脸鄙夷地瞧着我。啧，你是不是不想道歉，所以想血口喷人转移视线？你可真是有心机。老师，刚才你应该看见了。我扭头看向宋老师，声音因极度愤怒而颤抖。陆杰推倒我儿子，并拿削笔刀扎我儿子。宋老师摇了摇头，没看见。我刚才在低头整理课件，我觉得是你儿子不小心摔倒流血的，简直信口雌黄。我对陆杰妈妈咬牙切齿道：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儿子马上向我儿子下跪道歉，否则我会请律师抓你们进监狱。还请律师？你请得起吗？
你在本市连套房都没有，听说你们一家还在啃老，祖孙3代一起住。陆杰妈妈甩了甩自己的爱马仕喜马拉雅包，你真是一点都不掂量自己的身份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今天背的这个包，你们一家得不吃不喝，努力工作200年才买得起，畜生和人是不能比的，那是难以跨越的阶层鸿沟。我又怒又无语。我在本市确实没房子，但我在北京有10栋楼，这导致我名下的购房名额已满，没法在上海买新房子。至于祖孙3代住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和我老公平时工作繁忙，孩子爷爷奶奶是退休老师，能够更好的教导孩子。为了不负养出败家儿子，我们骗儿子说爸爸是快递员，妈妈没工作，咱家境贫穷，一定要发奋读书考上清华，为爹娘争口气。却没想到这成了陆杰妈妈看不起我的理由。哼，我的眼神不自觉瞥到她背的爱马仕喜马拉雅包上，这个包包上面有一个舍利子挂饰，与我曾在藏地求来的舍利一模一样。可我记得清楚，这个喜马拉雅包价值260万，是我帮老公挑选送给50岁单身信佛女客户的包。现如今，这款包怎么落到陆杰妈妈手里？我心中泛起疑惑，准备回家问下老公。陆杰妈妈还在得意叫嚣着：“别说你儿子摔倒流血，不是我家陆杰弄的，就算真是他弄的，哪怕是把你家孩子推下楼摔死了，大不了赔点钱了事。反正陆杰未成年，我们花钱请最好的律师，也不会坐牢。”东东啊，你妈妈眼瞎，认为是陆杰推倒你的，但你可不能不说话，不解释啊！宋老师很失望地看向东东，出声道：“你别装这种可怜兮兮的模样，这是不诚实的表现。我不喜欢不诚实的孩子，我不愿再与这2人多说废话。”直言道：“既然你们都睁眼说瞎话，那我要求查监控。”你真是越来越搞笑了。陆杰妈妈像是看傻子，笑容夸张道：“1小时贵族学校，学校里好几千个学生，如果稍微发生点口角就要查监控，那你让老师就不要教学了，就把精力放在天天帮家长查监控上面算了。”宋老师也点着头附和，学校有硬性规定，如果查监控是需要教育局批准的。这2人像是穿了一条裤子的蚂蚱，一唱一和的，摆明不让看监控。我气急，抱着东东转身离开。打完我儿子就这么走了？我告诉你，没这么便宜的事。今天你们母子必须跪下来向我儿子磕3个响头道歉，要么你儿子就等着收律师函进少管所吧。离开时，陆杰妈妈还在威胁叫嚣，宋老师则出声安慰：“算了吧，陆杰妈妈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他计较，免得沾了一身穷酸晦气。老师，我看在您的面上，就暂且放了他们。哎，对了，宋老师，上次给您带的兰蔻限定礼盒用的还不错吧？我听说明天就是您家女儿18岁成人礼，这次我给您女儿带了一套香奈儿可可小姐5号限定香水，还请您收下。你费心了。”那我就收下了，我被恶心的几乎想吐。难怪宋老师这么帮衬陆杰妈妈，原来是私下收了好处。离开学校后，我带着东东去医院包扎，医生拿着碘伏，小心翼翼地为东东伤口消毒。现在的小孩子打架下手可真狠，这刀子要是再斜一点，估计得割掉小半只耳朵。我的心骤然一疼，这事没完，我必须得让陆杰付出代价。回到家后，我把东东受欺负的事情告诉他爷爷奶奶。他奶奶曾是一小县任校长的老师，已经退休10年了。一听到宋老师这么偏心其他家长，奶奶气得拿出手机想打电话给现任校长，但东东爷爷拒绝了。校长的作用只能明面上不让东东吃亏。宋老师收了陆杰妈妈的东西，肯定会偏袒陆杰，暗地里给东东穿小鞋下绊子。我决定给东东报散打和格斗班。我告诉东东不要主动欺负别人，但是如果有人主动欺负他，就一定要还手。并且记住，第一先跑去监控死角，第二朝着大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比如肚子和屁股，毫不留情用力，狠狠地打。深夜，东东睡着后，我给远在国外陪客户在现场看世界杯的老公打了个视频。老公，我们儿子受欺负了，被同学打了。我老公勃然大怒，儿子被打得严重吗？他还回去了吗？还回去了，但儿子受了很严重的伤。我想到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就来气，继续说道，那个打儿子的家长很嚣张，还让我和孩子对他下跪磕头道歉。是谁先出手的？如果是儿子出手的，我们可以道歉；如果不是，那应该他们下跪道歉。老公脱口而出，这自然是要陆杰妈妈付出代价的。但有件事我还没有弄明白，便道：老公，我问你个事，你还记得让我挑的那款爱马仕包包送给你客户的事情吗？视频中，老公想了半天才道：是有这么回事，那个包我让公司新招的商务总监陆飞负责送出去的。陆飞，我蹙起眉头，下意识道：老公，你能把陆飞的资料发给我看下吗？没一会，老公转发了陆杰的资料信息给我，姓名陆飞，已婚，妻子姓名何样，儿子姓名陆杰。我恍然大悟，陆杰爸爸在我老公的公司上班，但他把本该送给客户的定制款爱马仕包包送给了自己的老婆，他挪用公务，那么送给客户的必然是假的包，他这是犯罪。我嘴角浮现一丝微笑，陆杰一家马上就要受到惩罚了。我与我老公一致决定，安排法务搜集证据，将陆杰爸爸送警处理。
东东学习散打与格斗后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壮实，精气神也明显足了很多。以前我总是想让孩子好好学习，行事低调，不惹事端，但现在我才明白，人不惹狗，狗也会狗眼看人低的。所以，人面对狗的第一次招惹时，就应该直接一脚踩死。如此平安无事。过了1个月后，我再次接到宋老师电话。宋老师说，我家东东把陆杰打伤了。我说道，打得好，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？宋老师大概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说，他冷不丁来一句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真是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学生。我不耐烦地直接挂断电话。下一瞬，宋老师发来微信，东东把陆杰买的机器狗弄坏了，这机器狗价值4万块，你过来赔偿吧。到学校后，陆杰妈妈叉着腰叫嚣，这个机器狗是我托人在国外代购的，价值4万，你快点赔偿吧。你确定是我儿子弄坏的吗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看向儿子。这次东东的脸上没有挂彩，看起来并没有半点受伤痕迹。反观陆杰，灰头土脸的，脸上和身上全是巴掌印和脚印。儿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道，妈妈，这次还是陆杰先出的手，他想抢我的足球，我不给，他就拿他的机器狗砸我，然后我才反击的。我微笑着摸着他的头，你做得对，做得对。你还在嘴硬是吧？陆杰妈妈气得发抖，她用力跺着脚。原本我只要你原价赔偿，但现在我要你赔偿10万。我儿子将来是要在美国上学的，现在被打得破相了，要10万医疗费和精神费才能补偿回来。何样，你是不是很缺钱啊？3句2句都是谈钱。我冷笑着说出他的名字。你儿子把机器狗当作工具殴打我儿子，我没找你追究责任，你反倒找我是？你疯了吧？我儿子怎么会砸他心爱的机器狗？陆杰妈妈像是看傻子一样看我。宋老师可是亲眼看到你儿子弄坏了陆杰的机器狗。宋老师赶忙道，是的，我亲眼看到的，我可以作证。宋老师，你眼瞎，说话和放屁没两样。我瞥着宋老师一眼，上次你偏袒陆杰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等会我们老账新账一起算。你这穷鬼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陆杰妈妈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你家掏空6个钱包，不知道找了多少关系才把孩子送进一小，孩子的前途全捏在老师手里，多少家长排队巴结宋老师都来不及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找宋老师算账。宋老师故作大方地摇了摇头，对我道，东东妈妈，别嘴硬了，你的家庭资料我都查过，你老公就是个快递员，你也没有工作，10万块，你老公不吃不喝，累死累活好几年才赔得起，你还是向陆杰妈妈磕头道个歉，看看陆杰妈妈能不能大人大量减少点赔偿金额吧。我老公是开电商和物流公司的，经常有媒体记者采访他。以前东东上幼儿园的时候，老师总明里暗里想与我老公合照，我老公嫌麻烦，便和我商量，东东上小学，我们就低调点，身份不写企业家，写成快递员。我直言道，何样，我不想和你多做计较，你现在向我儿子道歉，我可以一切都既往不咎，否则一切后果你自负。我要你赔钱，你却让我道歉。陆杰妈妈捋了捋大波浪发，一脸嘲笑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我直接给东东奶奶发了条微信。10分钟后，校长出现在宋老师的办公室中。龚校长，您怎么来了？陆杰妈妈一见到校长，十分热情地跑过去与他握手。龚校长，我儿子被打破相了，您说该怎么处理？龚校长不动声色地偏离开陆杰妈妈，这是最开始是怎么样的？这个东东很皮，他主动殴打陆杰，并且还摔碎陆杰的机器狗。宋老师以为龚校长是陆杰妈妈叫来的，赶忙道，东东这种孩子实在顽劣，他不配成为我们一小的学生。校长，我建议把他开除学籍处理。把他开除学籍还不够，我还要他跪下来向我儿子道歉，并且原价赔偿我儿子机器狗。陆杰妈妈加重附和道，行。龚校长答应了下来。宋老师和陆杰妈妈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，但下一瞬，只听龚校长道，但做事我们得讲究凭证。宋老师，你说是东东主动殴打陆杰的对吧？宋老师重重点了点头。那就行，我们现在查看监控，定实了东东的罪。校长，宋老师的脸色大变，他慌忙又结巴道，调监控需要教育局批准，流程也比较繁琐，而且东东摔碎机器狗的事情可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可以作证。您每天都很忙，实在没必要亲自调看监控吧？当然有必要。校长的脸色铁青。很快我们来到监控室，一切都像东东说的那样，全都是陆杰主动招惹东东，他故意把机器狗往东东身上砸，东东没有任何忍耐，反击了过去。监控视频结束后，宋老师已是满头大汗，他苍白着脸，我看错了，没想到竟然是陆杰先动手殴打的东东。校长审视着宋老师，这种事都能看错？宋老师，你眼睛不太好，你这种眼睛可能也看不清黑板，我看你也就没必要再教课了。东东妈妈，我错了。宋老师人精一般，他立马反应过来，转头朝我鞠躬，对不起，我郑重给您道歉。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我露出关爱智障的微笑。就算是陆杰先打的东东，那又怎么样？要知道我儿子受伤最重。陆杰妈妈冷哼一声，丝毫不知悔改。
我点击电脑视频时间进度，很快调到陆杰妈妈送香奈儿口红给宋老师的画面。龚校长，这个宋老师收了礼，他是故意偏袒陆杰的。1小时正规学校，怎么会出现你这样没有师德的蛀虫？龚校长表情格外严厉。宋老师，你被开除了。宋老师面白如纸。陆杰妈妈冲我哼哧一声，这次有监控就便宜你了，不然10万的赔偿费是少不了你的。另外，龚校长深深地看了眼陆杰妈妈，继续道：陆杰这孩子太过顽劣，不仅殴打同学，而且还撒谎侮辱同学，我们一小不欢迎他，所以他也被开除处理。陆杰妈妈的脸也跟着白如纸。下一瞬，他拉着龚校长的胳膊，哀求道：一小是全市最好的小学，我花了很大劲才把孩子送进来的，校长，求你通融通融，让我儿子继续在这里读下去吧。不好意思，学校不允许这种寻衅殴打人的学生出现，除非你能得到东东妈妈的谅解。陆杰妈妈立马望向我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向校长求求情，让我儿子继续留在这里行不行？我学着他之前的样子，高傲地拨弄着指甲，不屑地说，不行，我还有事要赶个会议。明早之前，如果没有得到东东妈妈的谅解，我们就会给予陆杰开除处理。说完，校长拿起会议资料，推门而出。我拉着东东也跟着离开。身后传来陆杰的小声咒骂：老妖婆，给你脸不要脸！我回到家不久，便接到老公打来的电话。他告诉我，他目前已经招到新的商务总监作为代替陆杰爸爸的备选，并且已经将陆杰爸爸负责的重点项目进行转交。至于爱马仕包的事情，证据已经搜集的差不多，只等他回国就可以把陆杰爸爸送监狱。晚饭时，客厅防盗门被敲响，我以为是东东爷爷奶奶买菜回来了，赶忙打开门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门外站着的竟然是陆杰爸爸和陆杰妈妈。陆杰爸爸说：你好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我本想拒绝他们，但看陆杰爸爸模样诚恳，且出于礼貌，便道：进来坐吧。东东，你出来一下。我决定将接受道歉的权利给东东，便让东东从书房里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陆杰也从他妈妈身后走了出来。妈妈，你说的真对，穷人真的有穷酸气。这屋子里我闻着觉得好酸臭啊！陆杰一脸不满的小声嘀咕传来。我脸色瞬间暗沉。从泰国空运来的正宗猫山榴莲，被他说成是穷酸气，看来这个陆杰还是没有受到该有的教训。这时，啪嗒一声传来，只见陆杰妈妈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，把塑料袋扔在餐桌上。他鄙夷道：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诺，给你。今天我们过来是来私了的。陆杰爸爸居高临下的笑了笑，这袋子里是10万块现金。陆杰这个事情，你看能不能私了，好让陆杰重新回到一小上学。私了也可以，我冷笑道。10万留在这，再让陆杰给东东下跪认个错，这事情就这么算了。磕头。陆杰爸爸变了脸，你这有点过分了吧？不过分呀，我瞥了眼陆杰，之前陆杰妈妈污蔑东东的时候，就让东东给陆杰磕头认错来着，那能一样吗？东东的下贱的命跟我这金贵的命能比吗？陆杰嘟起嘴，我家可是精英阶层，未来一定是远远凌驾于东东之上的，东东给我磕头那是理所应当，总不能我这个未来的常青藤之子给东东这个穷比磕头吧？陆杰爸爸摸了摸陆杰的头，陆杰不要乱说话。陆杰一脸不服气，爸爸，我没说错呀，妈妈在家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我不想和有暴力倾向和满口谎言的人做同学。站在一旁迟迟不语的东东突然坚定地出声，这10万块我不要，我不接受私了，给脸不要脸的东西。陆杰妈妈像是忍了很久，猛地一巴掌扇在了东东脸上。东东才不过6岁，他被这一巴掌扇得连人带椅子原地转了2圈，重重的仰面摔倒。砰一声巨响传来，我低下头，看到东东的脸上是通红的巴掌印，与此同时，他的嘴角缓缓流出嫣红的血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心重重一痛，猛地抱起东东。本来就是我家陆杰吃了亏，我家陆杰说今天被东东踹了好多脚，结果现在我们拎着10万块上门私了，你们还不愿意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陆杰妈妈双手抱胸，不屑地盯着我，你们就是贱，就是欠打。何样，你他妈一个大人，竟然对一个小孩出手！我愤怒地吼了一声，你干嘛呀？别耍小脾气，咱们是来和解私了的。一旁的陆杰爸爸也假仁假义地拉住陆杰妈妈。陆杰妈妈十分蛮横，我早就想打他们了，他们害得东东没上一小，不能结识贵族人家，这种人我打死也不为过。陆杰爸爸望向我，对不起，我媳妇脾气比较急，她没忍住，但是她确实忍不住，希望你们慎重考虑，毕竟10万块够你老公风吹日晒挣好几年的了。我将东东抱起放在沙发上后吼道，给我滚出去，我不接受你所谓的私了。不接受也得接受。陆杰妈妈抬起穿着7公分的高跟鞋，猛地踹我一脚，我没防备，跌倒在地上。不要打我妈妈！看到我被踹倒在地，东东吓得哭了出来，但他还是坚强地拿起小凳子冲上前去，想要去砸陆杰妈妈，却被陆杰爸爸一脚踹飞。小混崽子，你们就是贱，就是欠打！陆杰爸爸也开始变脸，滚！你们给我滚出去！我很快认清了事实，
屋子里只有我与东东，我是个女人，东东是个孩子，我们不是陆杰爸妈的对手。想到这，我立马报警。滚你妈逼！陆杰妈妈毫不客气，再次在我身上来了2脚，疼痛让我痛苦尖叫，这引来邻居的注意。你怎么了？已经有邻居拿着拖把和菜刀冲入屋内。看到邻居们到来，陆杰爸妈停止动作，面色讪讪，却毫无认错之色。我报警后，立马给老公打电话，老公告诉我他已经下飞机了，马上会驱车回来。邻居们询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东东同学上门打人。你怎么能打人呢？邻居们把陆杰一家围了起来，开始质问。大概是觉得丢人，陆杰爸爸重新戴上口罩遮住脸后，才辩解着小孩之间闹矛盾，大人没忍住吵了起来。那也不能出手打人呀，邻居说。东东家先动手的，陆杰妈妈想也不想便说道。东东妈妈先动手打我家孩子，我还手打了他家东东，所以2家才打起来的。我气急，睁眼说瞎话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哪怕警察来了，我也是这么说，就是你先动的手。你们家这穷酸样，估计也装不起监控。你在这里说谎辩解，我现在也没法揭穿你。陆杰妈妈不断抹黑我，陆杰爸爸也开始向周围邻居解释，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。他们家东东和我们家陆杰发生矛盾，我们上门和和气气的想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结果东东妈妈气不过，竟然先出手打我家陆杰。不对呀，我看东东平时挺老实的呀。有邻居说，这种事也说不准，有些孩子看起来老实，但是一肚子坏水呢。东东家比较穷，想要讹诈我们10万块钱，我们也大人大量不和他们计较，只求孩子能够和和气气在学校上学，毕竟孩子都在一所学校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。陆杰妈妈继续狡辩，没想到东东妈妈要我们家陆杰给他们家东东磕头道歉，还当着我们的面先出手打了我们家孩子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们做父母的最见不得孩子受欺负。哎呀，东东家怎么这样呀？这不是不识好歹吗？邻居中有人说道。哎，可能是太穷了吧。听说东东爸爸1年辛辛苦苦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人到了穷途末路，难免就会想一些歪门邪道。邻居们议论纷纷，也有邻居在推测，等警察来了再看调查结果吧。很快5、6个警察到场，警察询问具体情况，双方各执一词。警察同志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是东东家先对我们进行讹诈的，他们家餐桌上的10万块钱就是我们带来的。陆杰爸爸一脸诚恳地对警察说道，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，要是严肃追究起来，是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的。是呀是呀，东东家不仅敲诈勒索我们，还要求我家孩子给他家孩子下跪，而且还先出手打了我家孩子。陆杰妈妈在一旁添油加醋，我气愤无比，没想到陆杰一家人竟然这么不要脸。警察听完陆杰家的叙述，不由皱了皱眉头，望向我的目光也多了一丝鄙夷。你们是否接受和解？警察询问着。不接受，我们双方均表示不接受。如果不接受和解，你们跟我去警局一趟，做一下笔录，孰是孰非，我们会仔细调查。在警局，陆杰家仍然坚持抹黑我们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以仔细调查呀，是东东家长先动手打了我们家陆杰，我们做父母的看不下去，才迫不得已还手的。陆杰妈妈一脸委屈地向警察诉说，还手之后，东东妈妈要拿凳子砸我家老公，我老公那可是正当防卫。正当防卫，我已经从云端下载好了家中的监控视频，我亮起手机屏幕道，警察同志，辛苦您看下这个监控。监控，陆杰妈妈一脸震惊，你们这穷鬼家庭竟然装得起监控。很快，监控中传来陆杰妈妈的声音，我早就想打他们了，他们害得东东没上一小，不能结识贵族人家，这种人我打死也不为过。小混崽子，你们就是贱，就是欠打。看完监控，周围的几个警察已经是义愤填膺，其中一个40岁左右国字脸的警员皱着眉头审视陆杰妈妈，你们属于严重的入室殴打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根据目前的情形，警方要对你们进行刑事拘留。陆杰妈妈慌了，她不断辩解，是东东在学校打了我们家孩子，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护子心切。警察同志，你要酌情谅解我们。警察同志，我这里还有2份监控视频，是孩子们在学校发生矛盾的记录，视频里面都是他们家陆杰先打的我们家东东。我又开始播放在学校拷贝的监控记录。旁边年轻的警察很是震惊，这孩子竟然拿削笔刀朝着他同学后脑死命地戳，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如此狠毒，如果不好好教育，长大肯定是要犯罪的。最终，陆杰一家子被拘留处理。拘留之前，陆杰爸爸对我说道，东东妈妈，这事是我不对，如果你们家能够谅解，我可以多赔你20万的补偿金。我直接道，我不稀罕，我只想要你们牢底坐穿。陆杰爸爸面上有些挂不住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是20万，你老公只是个快递员，不吃不喝得挣10年呢。我不稀罕，我再次重复。东东妈妈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，我是上市公司总监，我认识很多朋友，拥有很多人脉。陆杰爸爸的语气变得严肃，夹杂着一丝威胁。我朋友开了新媒体公司，如果我和陆杰妈妈都被刑事拘留，那么我朋友会把这次事情的视频素材和文字剪切加工拼凑之后，发在网上抹黑你儿子。
某音、某手、微博、微信上会漫天都是你儿子在学校打人的事情，我们再买一些热搜进行推广。到时候你儿子会被网暴的不敢出门，不敢上学，这耽误了你儿子的学业，可不怪我。最后我劝你一句，别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，我笑得满不在乎，你赶快让你朋友网暴吧，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你，陆杰爸爸一时气结，怒道：你可能没见识过网络的力量，我只要和朋友打个电话，全网络铺天盖地都是辱骂你儿子的信息。陆飞，平时也没看出来你有新媒体推广的天赋呀。这时一个声音突兀地从走廊那边传来，陆杰爸爸浑身一颤，唐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唐总是公司的副总裁，分管商务和运营，是陆杰爸爸的直系领导。只见我老公和西装革履的唐总一起出现，而唐总却十分恭敬地帮我老公拎着公文包。我怎么来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唐总厉声训斥。难道是因为他的事情？陆杰爸爸脸色难看地看了我一眼，这不可能吧？陆飞啊，陆飞，你好大的脸！汪总的儿子，你都敢打！唐总冲到陆飞面前，啪啪在他脸上来了2巴掌。东是汪总的儿子，陆飞脸被打得肿如猪头，却不敢有半点反抗。他望了望我老公，又望了望我，满脸不可置信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旋即，他把目光转向唐总，唐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调查过，东爸爸只是个快递员，狗眼看人低。唐总毫不客气地训斥，汪总开了电商公司和物流公司，为了不让孩子成败家富二代，才低调地在入学资料把工作写成了快递员。陆飞满脸羞愤地低下头。忽然间，他冲上前来，朝我老公跪了下去。汪总，我错了，求您原谅我吧。刚才踢我儿子的时候不是挺威风的吗？一脚就把小孩踹飞出去了。我老公一脸厌恶，冷声道：我觉得老唐当时就不该招你做商务总监，应该招你做贴身保镖的。汪总，我错了，希望您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泪水瞬间涌上了陆飞的脸，他不断对我老公磕头。对我磕头有用吗？你打的是我吗？老公嫌弃地转过身去，朝着我走来。老婆，委屈你了。陆飞像狗一样，赶忙朝我爬了过来。汪夫人，是我不好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希望您大人大量，能够原谅我们。陆飞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给东妈妈磕头？陆杰妈妈刚从审讯室出来，她看到一幕，慌忙道：她不谅解我们就算了，我们没必要向她下跪呀。一小不能进，咱孩子能去2小上学，到时候让你朋友好好网暴他家，让东不得安宁，最好把东网暴死。住口！陆飞反手给陆杰妈妈来上1巴掌。你不打东，竟然敢打我！你是疯了吗？陆杰妈妈捂着被扇得通红的脸，满脸不可置信。别再说了！陆飞的声音愤怒又恐惧。东，他爸爸是我老板。是你老板。陆杰妈妈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难道是汪总？下一瞬，她慌忙将自己肩上的喜马拉雅包夹在胳肢窝里，生怕被我们发现了什么端倪。看到这一幕，唐总开口道：哦，陆飞，还有个事儿，上次让你送给客户的那个爱马仕喜马拉雅包，客户反映是假的，我怀疑你挪用公物给你老婆。现在我已经让公司法务把证据都移交给了警察。陆杰妈妈脸色惨白，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此刻，她整个人高傲的形象完全崩塌，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死命抱着我的大腿。东妈妈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没办法原谅打小孩的大人。你们在狱中好好反思吧。我挽着老公的胳膊，牵着东的手转身离去。最终，陆杰妈妈因寻衅滋事被拘留6个月，陆杰爸爸因殴打妇女小孩，再加上贪污被判牢狱10年。陆杰也因为得到谅解，也被学校开除。而东的梅西亲笔签名足球，我要求陆杰一家赔偿。陆杰爸妈只得接受。在这期间，陆杰爷爷奶奶曾上门跪着想要得到我们的谅解，但我们拒不同意。陆杰爸爸因为牢狱导致房贷断供被拍卖。再后来，我听说陆杰爸爸出狱创业，却惨遭诈骗，欠下千万债务，被人打断了腿。12年以后，东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。我们带着东参观着上海的别墅，告诉他家庭产业的真相。东心怀感慨，如果早知道自己有如此优渥的家境，学习一定不会如此努力，结局便会像很多富人同学那样，毕业后花钱去国外野鸡大学读书，自己也就考不上清华。清华开学前的清晨，我和东在晨跑。东忽地停了下来。妈妈，那个阿姨看起来好眼熟。我望着东手指的方向，看到皮肤黝黑的陆杰妈妈拿着铁钳在翻找垃圾桶。哦，只是个家道中落的拾荒者而已。咱们离远点，免得惹了一身晦气。我认真地对东说道。东，咱们永远不要主动欺负别人，但别人欺负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毫不客气地反击。